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位，应该如果 NBA 要重选，他会是那一年的状元。整个 NBA 封馆的球季，却是拼命狂涨的一张卡片。到现在，一张这个 Silver 的 PSA 10可以涨到2000多块，快要超过2倍哦。它就会表现出一个，它是 Boston 的救世主。老婆不要看，全新企划，单卡解析，让老司机还是刚入市的这些新手的这些卡迷们，用一张卡片让你很快速的了解卡到底在讲什么，这个球员又在红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 Jason Tatum 这个第一轮第3顺位的探花。那他同届的有 Mitchell， 然后 Marco Fultz， 还有 Lorenzo Ball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位，应该如果 NBA 要重选，记者会说重选的话，他会是那一年的状元。好，所以在这个2、3年，重新他的表现的时候，他跟着 Jaylen Brown 这双 J 的这个合作搭配的非常的好，就有点他们在开玩笑的，或者说是这个冰与火啊，水火不容，但是要互相的在竞争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拿他来讲呢？因为他最近虽然在新冠病毒没有开赛，整个 NBA 封馆的球季，却是拼命狂涨的一张卡片。那这张卡片当然它就有很多的变形，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版本是闪亮的部分，这是 base， 这是 silver， 大家都会我们常介绍的第一张卡片。当然它还有另外一种变形是签名卡。所以这个签名卡是用贴纸的，所以它不是直签的。这个出卡商都很有小聪明的，因为他也知道什么叫做历史地位。如果他把所有的历史地位，第一张卡、第一张亮，再加上第一张签都放在这里，那他还要赚什么？所以这个简单的逻辑就是说，抱歉，这个银亮的这种 silver 的部分，到了签名都一概都是这个自己的贴纸签，所以它在这两边的地位，签名的部分会再高一点点而已。因为这个大家会比较认为说 Prism 只出银亮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经典，然后这个只是它其次的部分，因为它会要追真正的签名，它会去追其他的。那我们就回到了这个 Jason Tatum的部分，为什么他会这么的红？在这个还没有完全不开赛的这个球季，他可以一直拼命狂涨。在3月的时候，大概在800多块美金，到现在一张这个 Silver 的 PSA 10可以涨到2000多块，快要超过2倍哦。因为他在3月的那整月的比赛，平均都还超过30分，他甚至有得到40分的这个表现，他就会表现出一个他是 Boston 的救世主。那这个救世主，他相对的这个救世主的模板哦，我们开玩笑说，每一次在这个选秀进来的时候，这个 ESPN 它就会有很多的模板的部分。那它的这个2个模板，一个就是甜瓜。一个就会是 Paul Pierce， 因为他们数据的三围是非常像的。在 Jason Tatum 他的投球的这个进球率是4×48，然后他的这个3分球是3×98，然后他的这个罚球命中率是6×06。那相对在甜瓜的部分是4×56，然后3分命中率是3×34，然后罚球命中率也是相似的8×08。但是 Paul Pierce 一样是这个波士顿的这个真理哥，那他的这个命中率其实跟这个 Tatum 是非常相像的，投球命中率是4×47，然后3分球是3×70，还没有Jason Tatum强。当然他是整个生涯是3×70，所以这个东西对 Paul Pierce 是不公平的，真理还可能是真理。那当然他的罚球命中率是8×06，所以这样的数据的三围就会让大家会觉得，哦，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模板，说如果Jason Tatum如果能够表现的跟他现在的一样的话，他可以到甜瓜，他可以到 Paul Pierce。那但这张卡的东西，当然它就没有像是甜瓜或 Paul Pierce 那样的廉价。为什么它没有那么廉价呢？因为我们在讲一个单卡或讲一个人的 key 卡的时候，就会讲到他的 persona， 就是这个人到底受不受欢迎。哦，相对的这种真理的这种流氓样，或者是甜瓜的这种整天就是球给我的这种自干样，相对的 Tatum 他是在最危机的时候，他们开玩笑的说，他们有帮这个老大 Kobe 有帮 Tatum 上了课，所以相对的这种投球的精神跟这种不怕打铁的这种精神，让他创下了一个最难堪的记录，就是投18中1。那时候开玩笑的说，我们他得到了老大的完全的真传。所以很多人就会问我说，
那你要怎么选择你喜欢的球员？你要怎么选择你的那个第一张卡片？所以我这边会给一些大家的一些我自己的想法。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，那就投你喜欢的人啊。我喜欢他的个性，我喜欢他的这个投球风格。那相对的，还有他不怕死的精神，他在关键时刻他可以一直投。那这个东西可能就跟甜瓜、跟 Paul Pierce， 有些人爱嘴，或者有些人就是自干王，那个东西呈现的会不一样。当然，一个人也是会变的。现在他才22岁、23岁，等他10年后，他会不会变成 Paul Pierce， 或者是变成甜瓜，没有人拿得准。所以你要去更深入的去了解他的一些心理状态，甚至到他的家庭环境。这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都会成为你会喜欢一个球员的理由，所以不要把这种投资跟收藏的东西太过于 serious 的东西，只要收藏你喜欢的人，其实这件事情就会让它变得非常的单纯。接下来我会分享的是，我在这个收集，这是我全部都是我的收集。那这个收集的当下，其实就是刚刚其实就在说我就在看他的第一眼，我就觉得很对眼。事实上，全美的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他，不只是波士顿的这个球迷，其他的球迷也非常期待他的成长。所以我就在17、18年的时候，我就是第一个看好他。但是如果你在一开始的第一年就看好它的时候，你要去收的这个入手价，就如同经济学的这个原则一样，因为大家 expect 它太高，所以一开始的收卡价裸卡就大概在150块左右。然后如果你鉴定的直接收的话，大概在350块左右。到了第2年，通常第2年都是新人的撞墙期，我们也会说这个是新人年的最可以去收的那个年份。他那时候一张卡片有跌到80块到100块左右，从150跌到80块也算是很多，算是半价了。因为那时候他的表现没有到那么好，也有一点点伤势去被影响。然后 Jaylen Brown 也表现得不错，所以然后就在那边大家就会觉得，这到底行不行啊 ？O 不 OK？ 但是永远都有例外 ，Luka Doncic 跟 Trae Young 就是个第2年可以继续爆炸的人，所以大家就会去想象说，我那时候在季初，如果一开始我17、18我就很看好他，我大概收150，然后鉴定卡的要收到300。但是如果现在到了去年去收它的话，抱歉，那你可能就降到了只剩下80、90块，甚至到150块的鉴定卡都有。然后到现在可能 BGS 大概可以大概1000块到1500左右 ，PSA 10可以到2000左右。那这样的投资报酬率，其实在3年内的话，对于一个新人都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甜蜜点，甚至都可以考虑出售了。因为这些东西你永远不知道说他未来会不会受伤，未来会不会怎么样子。然后当然，如果你认为他就是那个波士顿的chosen one，他是这个波士顿的救世主，那就是你就要相信他。所以这就是收藏很好玩的乐趣。所以这个就是回到刚刚说的，在准备要开季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球迷就会发现，那在封馆之前，谁的表现特别好？Jason Tatum 他的这个表现就是在那几个那一梯的那些新人里面预计，而且是有机会打到季后赛的。所以你在投球的困难度，甚至到防守的强度，都是考验着每一个选手的体能。所以这时候在 Jason Tatum 的这个爆红的程度，就是因为大家觉得他的数据在封馆前特别的好。所以这就是Jason Tatum我们帮忙大家去整理这个单卡的部分，希望这个单元大家能够喜欢。如果你想要听任何的球员的 key card，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个全新的单元，能够帮你赚钱的单元。OK， 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老婆不要看，让你赚大钱。